这期视频来探讨一下兜的仙人模式是否完美，他所说的自己是完美仙人是否有假。我们都知道仙树查克拉是由自然能量、身体能量和精神能量等比调和而来的，自然能量少了就合成不了仙树查克拉，多了就会出现动物的特征。最好的例子就是自来也的仙人模式，由于它对自然能量的控制不太好，所以身体蛙化的比较明显。而对自然能量控制的比较好的鸣人和水门，除了蛤蟆眼和眼影就没有其他蛤蟆特征了。然而仙人兜明明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蛇的特征，可他却说自己是完美仙人，那他是否是在说谎？有没有可能他的仙人模式其实并不完美呢？既然我们的怀疑都是基于仙人兜蛇化了的外形，那我们就直接对比兜开启仙人模式前后的外形就好了。这是开仙人模式之前的样子。由于移植了大蛇丸的细胞，兜的身体出现了非常明显且密集的蛇鳞特征，眼睛也变成了蛇眼，还有和大蛇丸同款的紫色眼影，这些都是开仙人模式前兜就已经有的身体特征。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兜开仙人模式后的外形，仅仅是眼白的部分变黑，长出龙角和腹部多了条蛇3处变化而已。鲜明多了蛤蟆眼和眼影，神作就称鸣人是完美仙人化，兜这点特征也不算太多，那兜说自己是完美仙人好像也没毛病。随后大蛇丸在帮兜解除仙人模式，并且拿回自己的查克拉后，兜的蛇鳞、蛇眼、紫色眼影全部消失了，变回了自己原本的样子。也就是说，如果兜再开仙人模式的话，应该只有眼白变黑，长出龙角，多条蛇才对吧？然而后面兜救佐助时再次开启了仙人模式，外形之前与绘图油战斗时一模一样，蛇鳞、蛇眼、紫色眼影和腹部的蛇一样不少。那是否说明了兜的仙人模式就是带有这些特征的呢？只是碰巧之前吸了大蛇丸细胞后也有这些特征，那这里是否就实锤了兜的仙人模式其实并不完美呢？很遗憾，实锤不了，因为旁边的大蛇丸在兜的身上仍然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查克拉，说明兜身上还残留着大蛇丸的查克拉。那兜当然可以再次调用大蛇丸的能力。决定性的证据就是在岸本画的《火影忍者外传：绯色花月篇》中，15年后已经是孤儿院院长的兜，在没开仙人模式的状态下，仍然保有蛇鳞、蛇眼、紫色眼影这些特征，再次证实了这些特征不一定是仙人模式带来的，是由大蛇丸的细胞造成的可能性更高，这是其一。第二，我们上面对兜仙人模式不完美的怀疑，全都是基于完美的仙人模式不该有动物特征。但我没记错的话，这只是判断妙木山仙人模式是否完美的标准。龙地洞的仙人模式是否也沿用这套标准？漫画里可没有说哦。这点我们从4月的仙人模式也能找到线索。4月的仙人模式虽有改造，但和兜都出自龙地洞一脉，不会差太多。动画里4月的仙人模式出现过2种状态，在初始阶段，4月的身体没有任何蛇的特征，开到完全体时反而长出了龙角，皮肤出现了裂纹。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龙地洞的仙人模式越是完美，身体越是该有龙的特征呢？这也符合兜所说的从蛇升华成龙，所以光是从外形特征是无法证明兜在说谎的。那我们接着来看仙人兜的实战表现吧。上期视频说过，学习仙人模式有3大难点。第一，感受和吸收自然能量，这点要求施术者不能动，因此自来也和鸣人一个靠蛤蟆仙人，一个靠九喇嘛和影分身。那都有靠谁吗？没有，全程靠自己。有人说都靠的是腹部的白蛇，证据呢？没有，全靠脑补。漫画和公式书对这条蛇只字未提，和木叶八色一样，又是一个粉丝自制设定。第二，控制自然能量，合成仙树查克拉。如果对自然能量控制不好，就会出现明显的动物特征。那都对自然能量和仙树查克拉的控制好吗？非常好，它可以利用自然能量进行危险感知，甚至掌握了高阶仙术无极转身。我们从正珠书对百级之术和无极转身2个书的描述就能知道，官方对百级之术的描述只有在龙地洞里修行练成仙人化技术的人才能使用的术，而对无极转身的描述则是只有完全掌握龙地洞仙术的人才被允许使用。言下之意就是无极转身比百级之术高级，光学会仙人模式还不行，必须要练到一定的高度。怎样的高度？完全掌握龙地洞仙术的高度。这句话充分证明了兜的仙人模式的完成度非常高，而对自然能量控制的不是那么好，仙人模式完成度不是那么高的自来也，它表现是怎样的呢？出现严重的青蛙特征，无法像鸣人那样利用自然能量发动危险感知和蛙足手。回顾自来也所有的仙术，无一例外全都是用仙术查克拉发动的普通忍术，在超大玉螺旋丸里加入仙术查克拉，变成仙法超大玉螺旋丸；在蛤蟆油蛋里加入仙术查克拉，变成了仙法无忧卫门里他涂的油。而真正的正统的妙木山仙术蛙足手、青蛙拍打、危险感知，自来也一个都不会。唯一一个妙木山体系的仙术蛤蟆灵唱还是神作夫妇发动的，这就是入门级仙人模式的水平。
没办法，毕竟自来也对自然能量的控制不太好，所以难以掌握进阶的仙术。而兜的3个仙术全是龙地洞体系的仙术，并且无极转身还是高级仙术，人家连高级仙术都学会了，你现在跑来说兜连最基础的自然能量掌握不好，出现了动物特征，从而吐槽兜的仙人模式不完美。这就好比怀疑英语过了专8的人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一样可笑。第3，解决续航问题。上面说了，自来也续航靠2位仙人，鸣人靠九喇嘛和影分身，兜子是全程靠自己，大招一个接一个的甩，续航完全没问题。也就是说，从仙人兜的实战表现来看，他的仙人模式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甚至是远超鸣人。因此不管从外貌特征和实战表现都无法证明兜的仙人模式不完美。既然你不能证明兜的仙人模式不完美，我也不能确定兜的仙人模式一定是完美的，那该怎么办呢？很简单，按原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就好了。都说他是完美仙人，那他就是完美仙人，不纠结，不脑补，不无中生有，自己捏造设定。大家不是经常吐槽语文阅读理解的标准答案是在过度理解吗？那这里不需要大家去过度理解，我们就以原文的字面意思为准，至少在都被打脸前，我们就认定都是完美仙人。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这期视频来聊聊自来也的仙人模式，解答一下几个常见问题。自来也可以不依赖蛤蟆仙人独自进入仙人模式吗？自来也可以秒开仙人模式吗？水门可以秒开仙人模式吗？自来也和鸣人的仙人模式相比有何优劣？那么点个关注，开始本期视频吧。仙术是增益人体换和肉体的强力 buff， 但要掌握仙术进入仙人模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步的学习都非常困难。第一步，感受再吸收自然能量。神作多次强调，想要吸取自然能量，必须要让身体保持不动，只有这样才能与大自然的流动同步，感受到自然能量。当你感受到了自然能量，便能马上吸收来用了。鸣人最早用的蛤蟆油，就是因为富含自然能量，可以直接吸收来使用，省去了让身体不动，慢慢去感受这步。所谓的不动，就是让身体保持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不过最高效的办法还是打坐，因此要进入仙人模式，必须要在周围有很多同伴或者是脱战的情况下进行，因为在1v1的情况下，你不可能一边吸收自然能量一边战斗，即便是30多岁的鸣人也依然做不到。不动这一点是神作前后反反复复翻来覆去强调过无数次的，所以我们回看自来也与佩恩的那场战斗，自来也高强度的躲避统领兽的攻击，就不可能是在吸取自然能量，他这里只是在蓄力召唤2位蛤蟆仙人而已。第二步，合成仙术查克拉。仙术查克拉是自然能量、身体能量和精神能量等比调和而来的，自然能量少了就合成不了仙术查克拉，多了就有蛙化的风险。自来也的蛙化程度比鸣人和4代严重，只能说明自来也对自然能量的控制没有鸣人水门好，他的仙术查克拉里自然能量的比例高了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合成仙术查克拉并不需要像吸收自然能量那样一动不动，这一步是可以在战斗中进行的，比如九喇嘛积攒自然能量，然后输送给鸣人，由战斗中的鸣人自己来合成仙术查克拉施展仙术。调和好仙术查克拉后，便会出现仙人脸谱，此时就代表你进入了仙人模式。但是进入仙人模式的时机可以由你自己决定，你可以选择秒开，也可以选择多积攒一些自然能量再开。比如鸣人和秽土班战斗时，需要打一发仙法风遁螺旋手里剑，需要的仙术查克拉比较多，那他进入仙人模式的时间就久了一点。与3代雷影战斗时，只需发动一个仙法螺旋丸，需要的仙术查克拉比较少，鸣人进入仙人模式就快一点。同理，如果鸣人只想搓一发豌豆大小的仙法超迷你螺旋丸，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做到所谓的秒开仙人模式呢？提到秒开仙人模式，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水门，但水门究竟有没有秒开仙人模式是无从查证的，因为我们无法判断他在与班对峙期间，也就是不动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在吸收自然能量，为开启仙人模式做准备了。我们看到的仅是他在打出一发仙法螺旋丸后，仙人模式就消失了，能不能秒开不知道，秒没到是真的。第3步，想办法续航。神作说仙人模式最多只能维持5分钟，鸣人当时听完直接傻了，条件这
这么苛刻，那我学来干嘛？但是神作表示可以用仙法两生术来补救，只要鸣人和他融合，让一方在行动时另一方来吸取自然能量，就可以延长仙人模式的使用时间。这也是妙木山仙人模式的最终形态。两生术的原理其实就证明了自来也是可以独自一人进入仙人模式的，因为两只蛤蟆只负责积攒自然能量，不负责合成仙术查克拉传送给自来也。自来也的仙人模式不是蛤蟆仙人帮忙开启的，只是靠蛤蟆仙人来续航而已。这支书上写得非常清楚，从蛤蟆仙人体内摄取的巨大自然能量与自身的查克拉一起磨练，便可运用使人体幻全部得到飞跃提升的仙术。蛤蟆仙人在这里就相当于是妙木山的蛤蟆油，自来也直接从他们身上吸收自然能量就行了。所以自来也在召唤出两只蛤蟆后，便立马进入了仙人模式。这说明什么？说明自来也这里是秒开的仙人模式。你没听错，自来也是秒开的仙人模式。但是自来也虽有能力秒开仙人模式，但却没能力秒换蛤蟆仙人。召唤出蛤蟆仙人这个过程，漫画足足用了12页的篇幅，还是比较漫长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判定自来也不能秒开仙人模式，但独自进入仙人模式，自来也肯定是会的。鸣人当时没那么幸运，因为体内久违的排斥不让神作与他融合，因此鸣人才找到了用影分身吸取自然能量传送给本体的办法。在与九喇嘛和解后，吸取自然能量这活儿便甩给了九喇嘛。到了博人传，在九喇嘛没了后，鸣人想长时间维持仙人模式，又只有靠影分身来帮忙续航啦。但因为熟练度的提升，续航较之前也有了提升。这样看下来，你会发现自来也和鸣人的仙人模式其实各有优劣。自来也的仙人模式优势在于召唤出蛤蟆仙人后续航有保障，缺点是召唤蛤蟆这段时间比较长。鸣人的仙人模式优点在于靠九喇嘛比召唤蛤蟆仙人便捷，但在失去九喇嘛后，鸣人只靠影分身的话，续航能力是不如自来也的仙人模式的，并且无法应付遭遇战。鸣人这里是要去影击考德，所以提前备下了2个影分身，本体也提前积攒了一些仙术查克拉。但如果是遇到像之前陶氏那样的突袭的话，鸣人可能连仙人模式都开不出来。失去九喇嘛可不只是不能使用九尾的力量那么简单，连带仙人模式的使用也受到了极大限制。水门的仙人模式就更别说了，它仅仅是比自来也控制自然能量的能力强一点而已，仙术的强度和续航都远不及自来也，也难怪他会说自己不擅长仙人模式。最后总结，自来也可以不依赖蛤蟆仙人独自进入仙人模式。自来也在召唤出蛤蟆仙人后可以秒开仙人模式，但召唤蛤蟆仙人本身需要时间。4代能否秒开仙人模式不能实锤。自来也对自然能量的控制比鸣人和水门差，但使用两神术后续航时间优于水门和失去九喇嘛的鸣人。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点个关注，下期我们来聊聊药师豆是否是完美的仙人模式。